据韩国《朝鲜日报》2号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面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核威胁与导弹威胁，韩国与美国正在讨论可能利用美国的核武器进行联合规划与演习，但联合核演习一事却遭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否认。朝鲜日报援引尹锡悦的话报道说，联合规划与演习旨在更加有效地落实美国的延伸威慑。延伸威慑指的是美军，特别是其核部队，通过威慑来阻止他国对美国盟友发动袭击的能力。尹锡悦表示，核武器属于美国，但规划、信息共享、演习和训练应由韩国和美国联合进行。他还表示，华盛顿对联合规划与演习的想法反应相当积极。核武器使用的联合规划与联合演训是韩美两国防长去年11月在美国举行的第54次韩美安保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联合筹划意味着韩国参与规划美国的核政策、核战略、核战计划、快速遏制及反应方案。所以美国的核武决策过程正是体现韩方意见。但另一边，美国总统拜登却否认了尹锡悦关于美韩就联合核演习进行谈判的言论。据报道，在回答记者有关是否正在与韩国讨论进行联合核演习的问题时，拜登说没有。随后，韩国总统办公室公报首席秘书金恩惠就此解释说，媒体记者断章取义，只问是否与韩国讨论核演习，拜登只能做出否定回答。联合核演习是只能用在拥核国家之间的术语，这可被解读为韩国不拥核、不宜使用核战争演习一词。同时，金恩会重申，韩美两国正在讨论共享美国核力量情报、共同规划以及相应的执行方案，以应对朝核威胁。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韩美核战斗力演习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危险的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对深圳卫视表示，核演习的动议一旦成为行动，将是朝鲜半岛安全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冷战时期，那么美国曾经在韩国部署了这个大量的战术核武器，最多的时候达到198件战术核武器。现在虽然全部撤出了，但是美国的所谓核保护伞呢，依然笼罩在韩国上方。但是笼罩核保护伞是一回事，那么把美国的核战略资产、核武器，引入韩国，与韩国的军队共同进行所谓共同规划、信息共享和这个共同演习，甚至叫共同使用的话呢，那就意味着美国的核武器又回来了。值得注意的是，据韩媒《韩国日报》MBN 电视台2号报道，近日韩国多地有民众表示，在天空中目击到不明飞行物和奇异光芒，引发混乱和恐慌。对此，韩国国防部2号回应称，2022年12月30号晚曾进行韩国自研固体燃料运载火箭的第2次试飞，当时市民所看到的飞行物正是此物。国防部方面还称，当晚试飞成功是韩军独立建设宇宙战斗力基础的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韩国朝着跻身8大航天强国的目标更近了一步。据了解，采用固体推进剂除了可用于航天活动，通过军事卫星实现对朝鲜核岛活动的实时探测和预警能力外，也是韩国发展自身导弹技术的重要基础。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尹锡悦称正与美国讨论包含核武器的联合演习，这被认为是实质性落实美国延伸威慑和韩美核共享的具体措施。那么在您看来，这对增强韩国对朝威慑力有帮助吗？谁都知道，即便北约的欧洲盟国与美国的核共享纯属能看不能用的象征权利。如今呢，尹锡悦这么突出美韩核共享的进展，对他一贯强调的国防自主其实没什么帮助，反倒容易让韩国陷入大国竞争的漩涡。去年，尹锡悦在出席韩军指挥官会议时，明确提出了24年前后成立战略司令部，负责指挥韩国型3轴体系，也就是以美国的延伸威慑为后盾，一旦掌握所谓朝鲜攻击迹象，就首先启动杀伤链，对朝鲜最高指挥部实施斩首。但仔细推敲，韩国所谓的斩首能力，归根到底是要在美韩同盟体下才能奏效。韩国战略司令部所能履行的任务，也必须和美国提出的延伸威慑紧密协调。像尹锡悦批准的韩国军事战略文件里，曾提出过韩美针对性遏制战略，承认自己未来如果出现战略司令部，那么他的情报侦察、核心武器都离不开美方支持。若韩美意见相左，韩国很难在安全上发挥预期的效能。可见，
韩国越是向朝鲜炫耀肌肉，就越是把虚弱的一面暴露给美国，成为别人摆布的战略棋子。我们知道，美韩演习向来牵动半岛乃至东北亚安全局势。随着尹锡悦提出相关演习要包含核因素，您觉得美韩演习对地区和平的危险性有多大呢？作为美韩同盟的重要支柱，演习既是两国威慑朝鲜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布局印太的重要抓手。观察近70年的发展，美韩演习形成了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呢，始终聚焦朝鲜威胁，像有名的关键决心是假想半岛开战，美国大规模增兵韩国并且反击。与之配套的耀英演习则侧重对朝两栖登陆和特战渗透。至于去年恢复的已知自由盾牌演习，公开号称是针对朝鲜可能的再次核试，要锤炼美韩对朝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应对难民危机等等，挑衅意味非常强烈。其次呢，美韩演习与东北亚局势密切关联。最近美韩演习的最大变化就是假借朝鲜威胁，实际把任务想定从半岛向亚太大国竞争来转变，特别是注重演习对中国的牵制作用。还是以去年的已知自由盾牌演习为例，什么多域战、分布式打击、马赛克战等等新概念都应用其中，可很多场景根本不适合朝鲜半岛。难怪韩国媒体就指出，这种演习科目多半是美国拿来应对中国的。再就是美国刻意将美韩双边演习往多国多边来发展，尽可能变成亚太准北约的军事合作模式。最典型的是尹锡悦上台，美国成功促成了多次的美日韩3国演习，而且是战略级的联合空战、航母编队演习。去年2月，韩国还首次追随美国参加了印度主导的米兰演习。6到8月，韩国派出了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兵力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演习，响应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如此投怀送抱，无疑加深了亚太各国选边站队的风险，是很不明智的。主持人，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